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的老朋友小酱汁。开讲前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马云、王健林等富豪的夫人长这样，教你看懂旺夫相。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女人支持，这些女人有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也有可能其声名并不亚于丈夫，但能帮助丈夫成为超级富豪，就必定有一副旺夫相。马云妻子张英。简介：浙江嵊州市甘霖镇人，在杭州师范学院读书时结识师兄马云，毕业后两人结婚。张英也是马云最早的创业伙伴，曾任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总经理，在陪伴马云度过2001年至2003年及阿里巴巴最为艰难的3年后，于2004年辞职，专心做全职太太。旺夫特征：面方有肉，下巴端厚。点评：整容专家，面部比例协调，下巴圆润，非小 V 字脸型过度自然，让人感觉有亲和力。面相大师，额头扁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上有着丰腴肉质，整个脸型为方中带圆。这种面相的女子心地相当宽阔，心思细密，会帮朋友渡过难关，极能外柔内刚。下巴端正，不能过尖，有肉为好。王健林妻子林宁。简介：河北省龙窑市林家庄人，本人在南京长大，目前担任林氏投资集团董事长。林氏投资集团成立于1994年3月，是万达集团在全国商业广场项目中的合作商和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拥有天泰装饰、大歌星全国连锁量贩 KTV、通达经贸、欧蓝特会。旺夫特征：鼻直耳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点评：整容专家，标准的鹅蛋脸陶质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标准，而且鼻梁高挺，鼻子的标志是面部美貌的重要因素。面相大师，夫人命，拥有如此优良鼻相的女人，凭借自信和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收获，同时李彦宏妻子马东敏。介绍：安徽合肥人，生物学科博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岁即毕业出国，当时被誉为纽约留学生圈里的公主，百度创始人之一。2014年胡润女富豪榜，马东敏以225亿财富值排名第5，成为榜单黑马。旺夫特征：两全要亮，旺夫一子。点评：整容专家，颧骨亮丽，眼睛黑白分明，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面相大师，女子颧骨高度要贴近眼尾，并且有肉包住，而非突出颧骨那种，便属旺夫一子相。李泽钜妻子王丽乔。简介：生于香港，原名王富信，李巨泽之妻，李嘉诚的大儿媳，毕业于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系。1993年与李泽钜喜结连理至今，育有3女1子。旺夫特征：唇形端正，下嘴唇厚，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暴，齿色偏白。这种面相的女人能把握机遇，很得人缘，同时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可使得家庭内聚力强，感情基础坚实。潘石屹妻子张欣。简介：北京人，1995年和丈夫携手在建筑界打天下，共创了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苏虎中国，现任苏虎中国 CEO 兼执行董事。2014年，张欣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旺夫特征：眸子正，柳叶眉。点评：整形专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眉形与眼睛都有着传神的作用，
让人在接触中会感觉可靠可信。面相大师，柳叶眉是指有弧线形弯度的眉毛，同时长度要从眼头到眼尾，宽度适中，就好像柳叶一样。拥有这种眉形的眼睛有帮夫运，眸子正则心正，眼睛长得好，眼神有光亮的女性，进退有度，开朗乐观，能助丈夫克服低潮和挫折，并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与丈夫共患难。李嘉诚妻子徐子淇，李兆基二儿媳。简介：被称为千亿媳妇，模特、电影演员，14岁成为模特。2006年与香港富豪李兆基二儿子李嘉诚在澳洲悉尼结婚，11年为李家诞下儿子，获丈夫以1.1亿买入一艘 Southseeker Predator 115型号游艇。旺夫特征：印堂光洁，颧骨有肉，地格圆润，脸方手肥。点评：整形专家，五官等面部特征都符合现代审美，又兼具温婉的气质，具有典型的东方美女特质。面相大师，比起那些骨瘦如柴的女明星，徐子淇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身福相。从面相上说，印堂光洁平整，在2个指宽的距离正好，距离适当，并且没有眉毛杂毛连接的印堂方为贵妇相。同时下巴圆润无棱，饱满适中，是家资丰厚的象征，而手背有肉窝更是典型的旺夫相。郭台铭妻子曾心莹。介绍：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曾到旧金山州立大学与艺术大学进修，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却打败刘嘉玲、林志玲等绯闻女友。于2008年7月26日成功与郭台铭喜结良缘。2014年11月11日为丈夫生下第3胎。旺夫特征：下巴宽大，眼神豪气，标准狮子鼻。点评：整形专家，五官偏向西方，较为硬朗，尤其结合在一起较为凌厉，很有气场。面相大师，从鼻梁到鼻头以及鼻翼都特别大且有肉，不仅很会赚钱，并且理财有方，眼神鹰一般锐利，眼型大而圆长，眼珠子黑白分明，晶亮无比。面相代表他有旺盛的企图心，精气神充沛。霍启刚妻子郭晶晶。介绍：生于河北保定，前国家运动员，奥运冠军，有跳水女皇之称。2011年1月，郭晶晶提交退役申请书，申请退役。2012年与霍启刚结婚，两人于2013年8月27日获得儿子霍中熙。旺夫特征：额缘发润，人中分明，鼻梁高直，鼻头圆润。整形专家，五官底子都比较硬挺，通过后天的修饰，比如化妆等，中和五官中的棱角，会显得更有女性的柔美。面相大师，女子具有清晰顺畅的人中，必定是生殖能力强，子女多，具优良的遗传，耳白且厚，则是衣食无忧的象征，金钱运、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朱兆祥妻子胡静。简介：出生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96级表演系。2008年9月27日与朱兆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结婚。2010年两夫妻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苏丹皇宫受封拿丁和拿督。旺夫特征：眉头极致，地格饱满。整形专家，眼角上扬，表情带笑，唇红齿白，长相甜美，在交往中容易带给人好感。面相大师，胡静当年眉头曾有一颗小痣，代表旺夫一子之象，是孟母似人物，会培育和教育后代成才。此外，这类人桃花运极佳，但胡静后来点去旺夫痣，并且削尖下巴，面相有改，近来也的确频频被曝离婚。面相大师这样说：面相通过后天的改变，也有改变运势的作用。尽管后天改变的面相不如天生的强势，但也有效果，因为面相反映于一个人的内心潜意识。
好的面相又可以反过来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暗示，会产生一种心理连锁反应。整形专家这样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整形来帮助自己完成既漂亮又旺夫的好面相，包括郭晶晶鼻都一度成为整形范本，尤其是选择微整形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面相学的拥护者，以中年群体居多。女性注重对配偶、对子女的调和兴旺，包括注射玻尿酸来达到夫妻宫，眼角旁紧邻太阳穴的部分，鼻梁饱满等。身上16个最好的志向，看一下你有吗？说到命运，很多人是一种怀疑的姿态，如果说不相信吧，有些事情偏偏给你遇上了，相信的话又觉得有些奇怪。我们身上的痣常常被当作是命运的代表，不同地方的痣所带来的命运是不同的。下面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身上最好的16个志向，看看你的福相在哪里。1. 嘴角有痣。嘴角长痣很常见，但不少人都会为了好看而选择点掉嘴角边的痣。其实嘴角旁的痣是好痣，嘴角痣意味着聚财，嘴角有痣是实痣，说明此人衣食无忧。2. 额头右边靠近发际线有痣，此处的痣一般不易被发现，隐藏的比较深，但也不失为好痣一颗。有此志向的女人性格温和，待人和善，男人娶进门后比较招公婆喜欢，一家人和乐融融，男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一心一意开创事业，日子过得舒服惬意。3. 左眉有痣。眉毛附近的痣也有很多说法，一般来说，左边有痣意味着主财，这里实际上男性更加适用，女性往往体现在旺夫上。4. 左脸有痣。脸上的痣也不要轻易点掉哦，一不小心点掉福痣就亏大了。比如左脸痣主福，左脸有痣者应该有福气，但要妥善把握。5. 后脖有痣。脖子后面的痣也有好的寓意说法，脖子后面有痣意味着有靠山，有靠山做工作经商都有贵人相助，但也不是全部。6. 下巴有痣。下巴的痣虽然不好看，但也是好痣，建议不要轻易点掉哦。下巴的痣主财富，下巴附近有痣说明有财富伴随一生。一般来说，下巴附近的痣主的是田地基址、屋宅奴仆，此处有痣表示你老来必置华屋田产等不动产。另一方面，你也会是一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7. 印堂有痣。印堂的痣说法也很好，民间志向中印堂有痣主贵，而且是印堂有痣男性显贵，女性显富。8. 手臂有痣。手臂上的痣平常不易观察到，手臂上的痣也大多是吉利的说法。手臂有痣主生财，手臂有痣者能管理好自己的财位，理财能力强。9. 鼻梁上有痣。鼻梁上有痣的女明星也不少，话说回来，鼻梁上有痣也是一件好事。鼻子意味着一个人的行动力、积极性，鼻梁上有痣的女人性格善良、开朗、积极的人，虽然有一点小挫折，也不会闷闷不乐，遇事总往好的地方想，因此可以说是乐观进取的人。当然，你的人生也是充满快乐、欢笑，在男人眼中和女人眼中都具有魅力，因此人缘非常好。这类女人通常都能得到男人的喜欢，婚后能组成一个温馨而布满欢笑的甜蜜家庭。10. 眉毛中藏痣。眉毛中间的痣看似不明显，实则也是好痣。俗话说面无善痣，但生在眉毛中的痣却除外，因为从相学来说，人身上的痣是宜藏不宜露的，眉中痣又被称为眉里藏珠，非富即贵。无论生在眉头还是眉尾，眉毛中的痣最主要是在被藏起来，也就是说被眉毛挡住后不易被发现为佳。有这种志向者通常聪明，才艺超群，富贵且具有财运。此种志向又称为眉里藏珠，在此部位长痣的人都非常幸运，本人非富即贵，男性容易把握大权，女性则旺夫益子。
11. 嘴角右上方有黑痣，嘴角周围的痣还分具体方位，比如女人右嘴角上方有痣，嘴角有痣主要有2层含义，一是衣食无忧，是实质，聚财质；二是美人痣，一招桃花。女人右嘴角上方有痣，从相学之志相学的观点来看，嘴角有痣的人能聚财，嘴角的痣是实质，说明此人衣食无忧。嘴角上有痣可千万不能点掉，也许除掉的就是财运啊。有此面相特征的女人天生有福气，财运、子女运都非常好，婚后既能将自己的好运分享给伴侣，还能孕有聪明可爱的孩子。男人如果遇到这样志向的女人，可千万不能错过呀。12. 眉头下方有痣。麻衣神相有云，眉头下方有痣，旺夫益子。此类女人属于孟母类的人物，会培养和教育后代成才。此外，这类女人还极富有女人味儿，无意中能吸引众多男性的爱慕和垂青。女子的这个痣代表丈夫会有地位，但是自己个性比较强，会管家。13. 太阳穴有痣。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上称为迁移宫，也称为驿马宫，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远行、旅游、升迁及移民等信息。这个部位如有恶痣，代表出门旅行或在外做生意时会很不顺诸。如果有善痣，那表示你的旅途得意或远方获利的喜兆。14. 胸部有痣。胸部有痣代表你有一个富贵命，在家中也会掌握经济大权，姑且不论是胸怀大志，也或是双龙抢珠，你永远都是幸运的宠儿。15. 手心有痣。手心有痣代表你是一个聪明而不缺钱用的人，老年会很有成就。手背有痣则表示你颇善于理财，且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16. 脚底有痣。脚底有痣的人一马通常很重，有很多机会云游四海或外出旅行，在职场上也能够呼风唤雨。脚趾里有痣，显示你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颇能获得部属、朋友之拥护及帮助，将来在事业上也必定会有一番作为。看完了，大家是不是希望自己身上多长几个福痣？其实不能这样想，有财福痣才是好的，没有的话也许会更好。人的脸蛋看起来会更漂亮，更容易受到大家喜欢。注：痣相有吉凶善恶之分，同样的位置长的痣有好有坏，切勿盲目对号入座，先分辨吉凶善恶，再判断痣相意义。9种嘴唇对应9种你的隐藏性格，你是哪种？1. 弓形嘴唇。拥有这个唇形的宝宝，你的个性通常比较鲜明，有棱角，惹不得惹不起哦。你对自己的目标清晰，也知道应该要保持专注，并努力朝着目标进发，算是个有斗志的宝宝。你对自身能力从不怀疑，人生自信的时候居多。在拼搏的时候，一般比较嫌弃猪队友，团队合作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2. 嘴角向下垂。拥有这个唇形的宝宝，你有敏感的一面，比较神经质，同时你相对保守，不喜欢话太多，奉行言多必失的处事原则。你有读心的能力，善于观察身边的人和物，能猜测到对方想什么，或者接下来会做什么，同理心比较强。3. 丰满而对称的嘴唇。你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具有吸引力的宝宝，通常是浪漫有魅力，善于调情，人缘通常都很不错，确切来说是异性缘优于同性缘啦。当然你也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有点小骄傲，有时候你需要付出格外的力，才能让人认识到你的内在美。4. 心形嘴唇。好特别的唇形啊，拥有这个唇形的你是个超级感性的人，善良可爱，让人忍不住靠近。你也有活泼可爱的一面，很有青春活力，喜爱玩乐，脑子里鬼点子比较多，一点就燃，一哄就好，指的大概就是你，确实是个性情中人。5. 下嘴唇厚。你独立的让人羡慕，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你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充满交际，总能以开放态度应对一切新鲜事物的人，还有当 leader 的潜质哦。重感情，似乎准备好无条件去爱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给人满满的幸福感。6. 上嘴唇厚。
拥有这种唇形的宝宝富有热情，但也有冷漠倾向。你藏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容易走极端，属于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哦。如果在人群中没有存在感，你是会很失落的，别人的眼光对你来说很重要。7. 嘴型小而圆，大概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樱桃唇了。这种唇型的人通常是多才多艺的，比较有艺术感。你富有创造力，但同时也能勤奋，不过企图心不大，很多时候的努力只是为了讨好自己。你很聪明，别人的小把戏绝不能把你套路。8. 薄薄的嘴唇，聪明、诚实、直率，这就是你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你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喜恶，拐弯抹角、说话绕圈子的人是你最讨厌的一种，你不可能和他和平相处。口才好，伶牙俐齿的你有着精明的头脑，有时候显得不够厚道。9. 大嘴唇，毫无疑问，你是个充满爱心的宝宝，个性随和大方，慷慨干脆，身边人觉得你是个安全的依靠。你乐观且相当有主见，遇到问题时往往刻意沉着，进行一番冷静分析，颇有女强人的范儿。在人际关系中，你处于主导地位，希望对方什么都顺着你。接下来我们从面相上看，你属于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哪种人？面相看五行，要看一个人的气色，也要看一个人的体格，需要综合考量。先来读2行诗，第一首是体色诗。木色清晰火色红，土黄水黑是真容，只有金型是带白，5种颜色不相同。第二首诗是体型诗。木受金方水主肥，土形敦厚背如龟，上尖下阔名为火，5样人形仔细推。下面分别说一下木、火、土、水、金型的人不同特点和代表人物，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面相体相特点感受一下。木型人，面相体相标志特点：瘦、高、干扁、唇白、面青，身体单薄，眼缺神采，性情容易多愁善感，内心容易藏心事。脸、眼、鼻、身材都属于偏长的，眉毛往往属于清秀。另外，面部或者是手都是露筋露骨的。木型人往往没有大肚腩，但是身材缺乏凹凸感，女生往往属于小罩杯。这一型的人往往吃货比较少，喜欢喝茶的比较多，生活相对精致。木型人的格局由眼神要定夺，如果眼神清润有神，则往往有富贵大运；如果眼神低迷，则难有大的建树。木型人如果鼻短，则需要注意健康问题。木型人代表陈小旭。火型人，面相体相标志特点：面部偏红，生相焦躁，不同于木型人的清瘦露骨，火型人往往是属于气色红润饱满露骨，比如有耳反骨、鼻露骨、眉骨突出等。还有就是火型人往往体态丰满，鼻梁高。火型人关键看气色定格局，面相气色红润的，往往可以为其财运助力。但是如果眼白带有血丝、鼻露骨、耳反骨的人，往往适合军政界发展，也适合做警察。火型人代表钟欣桐、谢霆锋。土型人，面相体相标准特征：身材宽厚有驼背，鼻梁山根未有高厚，但是鼻准头有肉，唇厚口大，脸圆肉厚，胸部宽阔，但往往有大肚腩，声若洪钟，擅长用丹田之气，皮肤偏黄。土型人如果拥有宽高的山根，简直就是为自己的运势如虎添翼。如果格局不稳定，比如左右脸不对称、子午不正，则容易事业财运起伏较大，容易破财。土型人代表董建华、胡可。金型人，面相体相标志特征：金型人往往体态较为丰满，额头扁方但是略短。金型人耳朵大有垂珠，而且耳偏厚大，肤色以白色为主。金型人最关键的格局走向需要关注其生相，生相好的金型人属于正格，利于运势。如果生相破的金型人，往往运势容易破败。金型人讲原则，也比较固执。金型人代表林嘉欣。水型人，面相体相标志特征：水型人皮肤虽然略黑，但皮质较好，气色往往大多不错，脸部比较有肉，但是无论脸部还是身体的肉都属于并不臃肿。水型人体态略为玲珑，
即使偏肥壮，但身形灵活敏捷。大多水型人的眼神基础是不错的。水型人如果局部器官偏小或者偏瘦露骨，则是容易破败之象，尤其是气色浑浊，更是负面影响较大。水型人代表徐子淇。面相看一个人的五行，只是运势考量方式的一种，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可能完全照搬，毕竟来说面相不可独论。但是了解面相的方式越多，我们越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提升我们运势的方法。如何从嘴型看出生男生女？俗话说生男生女天注定，孩子是上天赐的礼物，都是小天使，是男是女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在以前的封建思想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是严重，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过婆婆不满儿媳生女孩而要儿子跟儿媳离婚的荒唐事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地位开始慢慢被肯定，男性和女性渐渐变得平等了。在面相学里有一个说法，通过看嘴型能看出生男还是生女。到底什么样的嘴巴生男，什么样的嘴巴生女呢？一、方嘴。方嘴就是上下嘴唇饱满，嘴角微微上翘的嘴型。有着这种嘴型而且唇色很深的人，注定是生男的命，而且不只生一个男孩，命里会有2个儿子。这个人命里很有福，年轻的时候很肯打拼，事业会很成功，收获的财富也会很多。晚年以后儿孙满堂，最主要的是儿子个个都很孝顺。如果这个人的嘴型是方嘴，但是唇色很浅的话，注定是生女的，生不了男的。他们年轻的时候会活得很辛苦，女儿注定是嫁给有钱人的，所以晚年会托女儿的福过得很幸福。2、四字嘴。四字嘴就是嘴巴看起来比较大，上下唇宽厚，看起来像一个四字形状的嘴型。都说嘴大吃四方，这种嘴型的人以后会很有口福，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走遍很多美食的地方。四字嘴型的人如果嘴巴看起来很红润，天生注定生男的。相反，如果嘴巴看起来暗淡，天生注定是生女的。这种人女儿的命运会比较不好，女儿的婚姻路比较坎坷，会经历离婚，但还是会找到她的真命天子。3、吹火嘴。吹火嘴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嘴型，上下的嘴唇合不上，嘴巴闭起来的时候像是在吹火。这种嘴型的人命运是比较坎坷的，早年家境一般，晚年还疾病缠身，一生的生活都不怎么好过。吹火嘴的人如果牙齿向外突出，那么命里注定是生男的，生出的儿子会很有才气。如果牙齿没有向外突出，那么命里注定是生女的，生出的女儿会长得很秀气。4、皱纹嘴。所谓的皱纹嘴，就是嘴唇上下有很多的纹路，纹路代表了他们所要经历的磨难，纹路越多，其命运越是坎坷。如果是皱纹嘴，嘴唇又很薄的话，天生注定是生女的。这种嘴型的人并没有生男的福气，不过他们的女儿生活不会过得很艰难。如果是皱纹嘴，嘴唇又很厚的话，注定是生男的，他们的儿子生活也不会太艰难。面相就是通过看一个人的面部，主要是五官，来告诉这个人他的前世今生以及他的运气怎么样。通过看一个人的眼睛、嘴巴、鼻子、耳朵等，都可以了解到这些东西。那么看相算命，通过嘴巴看女人的命运究竟是怎么看呢？接下来就为您一一解答。嘴唇很厚。嘴唇很厚的女人有2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很忠厚老实，这样的女人虽然有一点点木讷，不是很懂风情，但是她们勤俭节约，而且顾家，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另一种就是嘴唇厚厚的，非常性感，这样的女人很解风情，她们喜欢浪漫的生活，而且很有创造力，喜欢打理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比较会花钱，大手大脚的，而且他们的脑子是很灵活的，因此赚的钱也是很多。嘴巴很大。
嘴巴很大的女明星有很多，比如说姚晨等。那么一个嘴巴大的女人，从面相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什么呢？首先，这个女人是很大方和阔气的，她们从来不会斤斤计较，而且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其次，这样的女人性格非常好，很是外向，活泼开朗，乐观积极。只不过大嘴的女人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她们喜欢说三道四，口无遮拦，这是别人有的时候讨厌她们的地方。嘴巴歪斜，不管嘴巴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嘴巴一般都是以人中为对称轴的。但是其实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人说话或者做鬼脸，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嘴巴是歪斜的。这样的女人应该是身体不太好的，比较体弱多病，但是她们是很勤劳的，而且很是老实本分，一心一意为这个家里好，为了全家人的幸福和健康着想。所以只要不在意这一点，这样的女人是很好相处的。嘴唇很薄，嘴唇薄呈现一条锋利的线的女人其实很不好惹，但是她们又经常是非常漂亮的。樱桃小嘴很吸引人，只不过嘴唇薄的人性情薄凉，对人几乎是不付出真感情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总是很防备别人，除了对自己的家人是很好的。而且这样的女人很刻薄，对别人一点点的错误都会耿耿于怀，找机会报复他们。遇见这样的女人一定要谨慎一点，不要被美貌所迷惑。女人要大富大贵，一定要有7元在身，旺父母，旺夫，旺子女，旺朋友。积极的女人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一个天生有贵气的女人，会从小旺父母，长大旺丈夫，晚年旺子女，因为她们一生福泽深厚，注定大富大贵。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富大贵的女人有7元，一起来看看是哪7元吧。1元，额头要饱满。额头饱满的女人生来就福泽恩厚，她们一生命运较为平坦，并且她们普遍出身好，以后也能嫁入富裕之家，一生福气满满，不缺钱。2元，颧骨要饱满。颧骨代表着权力，这种女人巾帼不让须眉，天生就是个赚钱高手，有权又有钱。3元，鼻高，鼻头要圆润。鼻子代表着财帛宫，鼻子圆润的女人天生就财帛丰厚，注定是大富大贵的命。4元，下巴要长要圆。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因此下巴圆者越老就越有福。5元，锁骨周围要饱满。锁骨周围饱满者天生就心胸宽阔，赚钱能力强，因此能够财富满满。6元，小腹微圆微挺。小腹微圆者注定就是个胸有大气者，他们气度大，为人有魅力，注定就是个有福之人。7元，盆骨要圆要大。盆骨大的女人不仅好生养，同时还能福泽深厚，旺夫益子，爱情事业双丰收。大富大贵女人首相，婚姻是每个人的一生大事，都希望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配偶，生活如意，美满幸福。但是现实里面往往很多是事与愿违。那么怎么从手相方面加以研究和推敲呢？现在小编就带大家研究一下。金星带在掌尾呈半圆状，纹路清楚干净，感情线也明显，可借他人之力完成自己的期望，得到的成果往往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纹线越长越有力，但既与感情线相交，感情线直达食指和中指的指缝，又与金星带相交。有此相者，做事宜执迷不悟，误入歧途，钱财名利落空。若太阳丘隆起，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术学的角度分析，若是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也就是说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表示这个人拥有赚钱的才能，而工作中奖金也很多，意外发财的机会也甚多。
也能存得住钱，不会发生为钱财而累的事。有此相者，男财运好，女则容易嫁有钱老公，皆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若手指并齐没有缝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术学的角度分析，一般我们来说，除了大拇指外，若是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其中间是没有缝隙，哪怕是芝麻也掉不出来，说明这样的人存钱能力超强。无论是男还是女，他们最擅长理财，绝对不会发生盲目的开支和花销，不仅在生活中会精打细算，因此这类人也极易大富大贵。中指长得很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生活，因此此人会为自己定制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手相中的金星带处于感情线的上方，中指就无名指的根部，多呈半月状。手相上多认为，若是一个人手掌上感情线与金星带的中间有条清晰的理财纹，多为一横直线，则代表着其横财运将会不错。因为手相上的理财线多被认为代表着意外之财，手相上有这些特征，一生驰传不愁。如果手相上有这6颗痣，则最易破财，能不要就不要。我们身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痣，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些痣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有些痣会影响我们的情感，有些痣会影响我们的财运，能添财也能破财。今天要说的这6颗痣就是典型的破财痣。眼皮有痣的人会在人际关系处理上欠缺一些，身边少朋友，多靠自己努力。有这种志向的人容易有破财的可能性。第2颗破财痣，鼻梁有痣。鼻梁有痣容易遭小人暗算，职场或者生意场上不是很顺。鼻梁与财有关，有痣则有破财、朋友失和的事情发生。第3颗破财痣，嘴角有痣。嘴角有痣的人贪财好色，但虽然贪财，却得财不易，守财难坚持。因为好吃，贪图物质享受，所以存不住钱。第4颗破财痣，耳垂有痣。耳垂有痣容易花钱大手大脚，存不住钱财。耳朵一般与财富的累积相关，一旦耳朵有恶痣的，则代表其人容易丧失钱财。第5颗破财痣，锁骨有痣。锁骨有痣的人没有什么理财意识，有钱也守不住。第6颗破财痣，脚趾有痣。脚趾有痣，除了大脚趾外，其余4个脚趾有痣的话就是破财痣，多劳苦命，却难有地主之财。女人脸上有破财痣，影响婚姻事业运，因为每个人的体相出婚姻事业息息相关，也就是可以根据认真工作能够获得自己的财富。也有的一些痣可以展露出你这个人有没有偏财运。那么这些痣象能够展现出女性财运糟糕还是幸福还是破财？今天小编为大家一一讲解里面的玄机。女性额头正上方有痣。女性额头正上方有痣，女人额头正上方长痣，这颗痣是典型的破财之象。因为很多女人并不是特别擅长赚钱，更别说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理财，打理手中的财富。但额头正上方有痣，女性平日里喜欢花钱大手大脚，根本无法将自己赚的钱或者是老公赚的钱保存在自己口袋里，所以花钱如流水，东边进西边出，就属于破财之象。女人眉毛之间有痣。女人眉毛之间有痣，也就是印堂的位置长痣，这是比较糟糕的痣象。作为最能展现出一个人的命运，面部区域最佳的位置，最怕的就是印堂。这里有痣、皱纹或者是出现疤痕情况，只要在印堂上面有痣疤痕，就意味着人生的道路非常坎坷，工作当中常常遇到意外变故，特别是财富方面，
自己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理想中的要求，自己能力出色，但只能做普通的工作，得不到老板的重用，很难赚取属于自己的财富，钱财损耗的情况也是相当的严重。女人耳垂上面长痣，虽说耳朵上面能够体现出一个女人的幸福无关之一，但是耳垂上面长痣却是一种比较不好的痣。耳垂上有痣，如同出现一个漏斗一样，痣越大，那么漏财就会越严重。生活当中不善于管理自己的财富，因为无论自己跟老公怎么赚钱，都管不住自己花钱的手，导致你的财富如流水一般不断的损失，根本存不住钱，也是漏财痣。嘴唇边上有痣，长在嘴唇边上的痣，除了能体现女性的桃花运旺盛，这种桃花旺盛不能够给女生带来幸福的生活，反而容易你感情上面带来很大的困惑。也就是说，在恋爱过程中容易把大笔的金钱花出去，导致自己不仅无法通过爱情获得幸福，而且会因为爱情失去了很多财富，得不偿失。由此可见，这颗痣对女人来说破财比较严重，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为了男人而花钱，最后很难收获到自己想要的爱情。今天就讲述到这里，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下期再见。